銀河系的中心藏着一頭看不見的黑暗巨獸，它不發光，不說話，也幾乎不留下任何直接痕跡。可是，它的質量卻高達太陽的數百萬倍。整個銀河系裡，無數恆星、氣體、塵埃，甚至我們所在的太陽系，都像是在一場極其緩慢、極其宏大的舞蹈中，圍繞着它旋轉。它就是人馬座 A 星號。幾十年來，天文學家一直盯着銀河系中心那片看似空無一物的黑暗區域。他們追蹤那裡附近的恆星，記錄它們的位置，測量它們的速度，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最後，所有線索似乎都指向同一個答案：那裡幾乎一定有一個超大質量黑洞。到了2022年，世界望遠鏡公布了人馬座 A 的影像。那張模糊卻震撼的照片，看起來就像一個發光的甜甜圈，中間是一片深不見底的黑暗。許多人說，這就是我們第一次看見銀河系中心黑洞的影子。故事到這裡似乎已經結束了，但科學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當你以為答案已經確定時，真正的謎團往往才剛剛開始。因為嚴格來說，人馬座 A 是黑洞這件事還沒有被完全證明。現在，一項新的研究提出了一個更大膽也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銀河系中心那個黑暗巨獸，或許根本不是黑洞，它可能是一個由暗物質構成的超致密核心，而這個核心，也許正是籠罩整個銀河系的巨大暗物質暈的一部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們熟悉的故事就要被改寫。人馬座 A 不只是銀河系中心的一個神秘天體，它可能同時牽動現代物理學中兩個最深的謎團：第一，超大質量黑洞究竟如何形成？第二，暗物質到底是什麼？更驚人的是，答案也許一直就在我們銀河系的中心，距離地球大約27000光年之外。在銀河系最深處，有一個極端致密、質量巨大的天體，它被厚厚的星際塵埃包圍。從地球望去，這片區域像是被宇宙故意遮住了一樣，我們無法用普通光學望遠鏡直接看見它。可是，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工程師卡爾詹斯基接收到了一個奇怪的無線電訊號。這個訊號來自人馬座方向，當時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那個年代，黑洞還不像今天這樣被視為真實天體，它更像是愛因斯坦方程式裡冒出來的一種數學怪物。有人猜測，哪裡可能是一團星團，也有人認為，那可能是超新星爆炸後留下的殘骸，甚至可能只是銀河系中心某種極端混亂的氣體雲。直到1974年，布魯斯·巴拉克和羅伯特·布朗才確認，這個無線電源非常致密，並且像是一個單一的天體。後來，布朗把它命名為人馬座 A 星號。從那一刻起，銀河系中心的謎團正式進入了現代天文學的視野。接下來的幾十年，觀測技術快速進步，尤其到了1990年代，天文學家終於能夠穿透銀河系中心的塵埃，看到那附近一群高速飛奔的恆星。這些恆星被稱為 S 星，它們不是普通的繞圈，它們是在以驚人的速度圍繞一片看不見的黑暗區域狂奔。其中一些恆星的速度可以達到每秒24000公里，這大約是光速的8%。請想象一下，我們的太陽繞銀河系中心轉一圈需要超過2億年，可是在銀河系中心附近有一顆名叫 S2 的恆星，只需要不到16年就能繞人馬座 A 跑完一圈。這就像在宇宙中心看到了一場極端高速的引力競賽。而恆星的軌道正是揭開謎底的鑰匙，因為只要知道它們怎麼跑，就能反推出中心那個看不見的天體有多重。兩個獨立團隊，分別由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萊因哈德·根澤爾，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安德里亞·蓋茲領導。他們常年追蹤這些 S 星的運動，最後得出結論：人馬座 A 的質量大約是太陽的430萬倍，而且這麼巨大的質量被壓縮在一個非常小的區域裡。這個區域的直徑
只有大約2350萬到2500萬公里。放在太陽系裡，這甚至只是一個相當小的尺度。如此巨大的質量，如此狹小的空間，如此強烈的引力，很自然的，科學界幾乎都指向同一個答案，那就是超大質量黑洞。也正因為這項研究，根澤爾與蓋茲共同獲得了202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同一年獲獎的還有羅傑·彭羅斯。彭羅斯用數學證明，黑洞不是科幻想象，而是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自然結果。到這裡，人馬座 A 作為超大質量黑洞的地位，看起來幾乎已經牢不可破。可是，請注意一個很重要的細節：諾貝爾獎的官方說法是，他們發現了銀河系中心的超大質量致密天體，不是直接說他們證明了那裡一定是黑洞。這不是文字遊戲，在科學裡，這種差別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確實看到了極端引力，看到了高速恆星軌道，看到了高密度質量集中，看到了類似黑洞陰影的影像，但我們還沒有真正親眼看見事界本身，也沒有從所有可能模型中徹底排除其他解釋。也就是說，人馬座 A 極有可能是黑洞，但極有可能還不等於已經完全證實。而這條縫隙正是新理論進入故事的地方。其實，從人馬座 A 被發現開始，其他可能性就從來沒有完全消失。早期有人提出，它可能是一個極端致密的星團，也有人提出，它可能是某種奇異物質構成的天體，包括玻色子星、引力星、暗物質核心，或者被高能物質殼包裹的奇特結構。隨着 S 星數據越來越精確，許多模型被逐漸排除。可是，有一些想法仍然頑強地留在文獻之中。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人馬座 A 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超大質量黑洞到底是怎麼形成的？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都沒有真正解開。普通的恆星級黑洞，我們比較容易理解。一顆大質量恆星耗盡核燃料後，核心在自身引力下坍縮，在某些條件下，它會形成黑洞。這類黑洞的質量通常是太陽的幾倍到幾十倍。有些中等質量黑洞可能達到數千甚至10萬個太陽質量，但人馬座 A 完全不是這個級別，它有430萬個太陽質量，這已經遠遠超出普通恆星坍縮能夠解釋的範圍。宇宙中根本不存在一顆足夠大的單一恆星，可以直接坍縮成這麼巨大的黑洞。那麼，它是怎麼長大的？是許多小黑洞合併而成？是早期宇宙中巨大氣體雲直接坍縮，還是某種我們還不了解的物理過程？答案仍然不確定。更麻煩的是，黑洞本身不發光，光一旦越過事件世界，就再也逃不出來。所以我們永遠無法像拍攝一顆恆星那樣，直接拍攝黑洞本體。我們只能看它如何影響周圍的物質和光線。這也就給了其他理論一絲生存空間。到了2026年2月，一個非常大膽的模型再次引起關注。來自阿根廷拉普拉塔天文物理研究所的瓦倫蒂娜·克雷斯皮，長期研究星系尺度上的暗物質。他和合作者提出，也許人馬座 A 不是黑洞，它可能是一個由暗物質形成的超致密核心。更準確地說，是由一種被稱為暗費米子的粒子構成。他的團隊把這個模型與人馬座 A 周圍的觀測數據進行比較，他們不只看 S2 這顆恆星的軌道，還加入了5個奇特的 G 天體。G 天體是21世紀初在銀河系中心附近發現的一類怪東西，它們看起來像氣體雲，但行為又像恆星。當它們靠近人馬座 A 時，形狀會被強烈引力拉長、扭曲，仿佛快要被撕碎。有些科學家認為，它們可能是被厚厚氣體和塵埃包住的恆星，也有人認為它們可能是特殊的塵埃雲。不管答案是什麼，任何想挑戰黑洞模型的理論，都必須能夠解釋這些古怪天體的運動。這正是克雷斯皮團隊想測試的事情。問題很直接，如果人馬座 A 不是黑洞，而是一個暗物質核心，它能不能讓 S2 和 G 天體以同樣的方式運動？
結果令人吃驚，這個致密暗物質核心模型竟然能夠重現這些軌道，而且與傳統黑洞模型相比，差異不到1%。換句話說，按照目前測試的數據，你幾乎無法分辨中心那個東西到底是黑洞還是暗物質核心，它們對周圍天體造成的引力效果幾乎一模一樣。但真正震撼的地方還不止在人馬座 A 星號。這個模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可能同時回答另一個宇宙級問題：暗物質到底是什麼？要理解這件事，我們必須先把時間倒回到20世紀30年代。當時，天文學家弗里茨茲維基研究後法座星系團，他發現那裡的星系移動得太快了，快到什麼程度？如果只計算我們能看見的恆星、氣體和星系，這些星系根本不可能被引力束縛在一起，它們應該早就四散飛走。可是，它們沒有，這表示那裡一定還有某種看不見的質量，在提供額外引力。茲威基把這種看不見的物質稱為暗物質。後來，天文學家又在星系旋轉曲線中看到同樣的問題。按照一般直覺，星系外圍的恆星距離中心更遠，應該轉得比較慢。可是觀測顯示，很多星系外圍的恆星轉得太快了，快到可見物質的引力根本不夠解釋。於是，暗物質不再只是一個猜想，它變成了解是宇宙結構的核心拼圖。今天的模型認為，宇宙中大約85%的物質都是暗物質。我們的銀河系也被一個巨大的暗物質暈包圍。這個暗物質暈像一個巨大、稀薄、看不見的球體，延伸到可見銀河盤之外很遠的地方。問題是，我們知道它有引力，知道它影響星系旋轉，知道它主導宇宙大尺度結構，但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它不發光，不反射光，不吸收光，也幾乎不與普通物質互動。到目前為止，暗物質還沒有被直接偵測到。在眾多候選者中，軸子和 WIMP， 也就是弱相互作用重粒子，是最常被討論的兩類。可是，每一條路都還沒有最終答案。就在這時，拉普拉塔團隊提出了一個比較冷門卻非常優雅的想法：暗物質可能是由暗費米子組成。費米子是構成物質的基本粒子家族，電子是費米子，夸克也是費米子。它們都有一個重要特性，它們遵守泡利不相容原理。簡單說，兩個完全相同的費米子不能同時佔據同一個量子狀態。換成人話就是，它們不能被無限壓進同一個位置。這個規則是物質不會自己坍縮成一團，也是我們不會穿牆而過的關鍵原因之一。如果暗物質也是某種費米子，那事情就變得很有意思了。因為暗費米子不與光互動，所以它是暗的。可是它們仍然有引力。同時，由於泡利不相容原理，它們不能被無限壓縮。當大量暗費米子聚集在一起時，它們會產生一種量子壓力，抵抗繼續坍縮，結果就可能形成一個極端致密、穩定但沒有事件世界的天體。它的質量可以像超大質量黑洞一樣巨大，但它不是黑洞。它沒有基點，沒有事件世界，也不是一個無底洞，它是一個由暗物質支撐起來的超高密度核心。這就是費米子暗物質模型最迷人的地方，因為在這個模型裡，人馬座 A 和銀河系的暗物質暈不再是兩個毫不相關的東西，它們可能是同一個結構的不同部分。中心是高度致密的暗物質核心，外圍則逐漸延伸成籠罩整個銀河系的暗物質暈。也就是說，銀河系中心那個神秘天體可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怪物，它可能是整個銀河系暗物質結構的心臟。這一點是其他人馬座 A 模型很難做到的。傳統觀點裡，中心黑洞是一個東西，暗物質暈是另一個東西，但費米子暗物質模型把兩者合在了一起。它用同一種物理成分同時解釋銀河系中心的致密天體，以及銀河系外圍看不見的引力來源。這種簡潔性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當然，漂亮不代表正確，但在科學中，能用一個理論同時解釋多個謎團，
永遠值得認真對待。而這個模型的下一個關鍵證據，來自歐洲太空總署的蓋亞任務。蓋亞探測器的目標是精確測量銀河系中超過10億顆恆星的位置和運動。它就像是在為銀河系繪製一張3維動態地圖。每一顆恆星怎麼移動，往哪裡飛，速度有多快，都可能透露銀河系中質量如何分布。2022年，蓋亞數據帶來了一個意外發現：銀河系外緣的某些區域旋轉速度出現下降。這種現象被稱為開普勒衰退。簡單說，外圍恆星不像許多暗物質模型預期的那樣保持高速，而是開始變慢。這對標準暗物質暈模型來說是一個麻煩，因為很多模型很難自然重現這種速度下降。但費米子暗物質模型可以，原因仍然回到泡利不相容原理。如果暗物質由費米子構成，它形成的暗物質暈可能會有比較清晰的邊界，不是無限平滑的向外延伸，而是在某個尺度後明顯減弱，這就可能自然造成銀河系外緣旋轉速度下降。換句話說，蓋亞不是只在測量恆星，它其實是在追蹤整個銀河系的引力地形，而這張引力地圖似乎並不排斥費米子暗物質模型。接下來，我們還要回到那張最有名的影像，2022年。世界望遠鏡發布人馬座 A 的影像，這張照片被廣泛稱為銀河系中心黑洞的第一張影像。但嚴格來說 ，EHT 拍到的不是黑洞本體，它拍到的是人馬座 A 周圍高速旋轉的熾熱物質。這些物質發出光芒，光線被極端引力彎曲，最後在我們眼中形成一個明亮的環。中心那片黑暗區域被稱為黑洞陰影。這一切與黑洞模型高度吻合，可是問題又來了：如果中心不是黑洞，而是一個極端致密的暗物質核心，它能不能也產生類似影像？阿圭列斯和他的團隊在2024年的研究中表示，可以，因為致密暗物質核心的引力也足以強烈彎曲光線，它同樣可能讓中心區域變暗，周圍形成明亮光環。在目前儀器解析度下，這種影像可能與黑洞陰影幾乎無法區分，這讓整個問題變得更加微妙。S2 的軌道可以被暗物質核心解釋 ，G 天體的運動也可以被暗物質核心解釋，蓋亞的旋轉曲線，暗物質模型也能處理，甚至 EHT 的黑洞陰影影像，它也能模擬。也就是說，目前幾個最重要的觀測證據，並不能完全排除這個替代模型。如果這還不夠驚人，那麼它還可能解釋另一個來自宇宙早期的謎團。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發射後，天文學家開始看到非常遙遠、非常古老的星系。因為光需要時間抵達地球，所以我們看到的那些遙遠星系，其實是它們在宇宙很年輕時的樣子。有些星系的光來自大爆炸後不到10億年的時代，可是韋伯望遠鏡卻在那裡看到了奇怪的東西，一些被稱為小紅點的致密天體。它們看起來不大，卻可能包含數億甚至數十億個太陽質量。這讓天文學家非常困惑，因為宇宙那時還太年輕了。如果這些東西是超大質量黑洞，它們到底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長到如此巨大？傳統模型需要種子黑洞，需要氣體吸積，需要時間，需要合併，但時間不夠。費米子暗物質核心在這裡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在早期宇宙中，物質密度更高，暗費米子也許能夠在沒有恆星作為起點的情況下，直接聚集成致密結構。這意味着，某些看起來像超大質量黑洞的早期天體，可能其實是暗物質核心。如果這是真的，韋伯望遠鏡看到的那些小紅點，就不只是遠古星系的怪現象，它們可能是在告訴我們，宇宙早期暗物質就已經開始形成致密核心，而今天銀河系中心的人馬座 A 星號，也許正是這種結構的近距離版本。現在，我們把線索整理一下。第一 ，S 星和 G 天體的軌道顯示銀河系中心有一個極端致密的巨大質量。第二，傳統模型認為那是超大質量黑洞。第三，費
費米子暗物質核心也能產生幾乎相同的引力效果。第四，蓋亞看到的銀河系外緣旋轉下降，可能與費米子暗物質暈的清晰邊界相符。第五， EHT 的黑洞陰影影像也可能被超致密暗物質核心模擬。第六，韋伯望遠鏡看到的早期宇宙致密天體也可能因此獲得新的解釋。這些線索加在一起，讓這個理論變得非常誘人。但我們必須保持謹慎。克雷斯皮、阿圭列斯和他們的合作者並沒有證明黑洞模型是錯的，他們也沒有推翻科學界目前的主流共識。目前最被接受的看法仍然是人馬座 A 極有可能是一個超大質量黑洞。但這項研究真正重要的地方在於，它告訴我們，現有數據還不足以完全排除費米子暗物質核心。這就讓一個曾經邊緣的想法重新回到了值得認真檢驗的位置。那麼，未來我們要怎麼分辨黑洞和暗物質核心之間最關鍵的差別是事件世界？真正的黑洞有事件世界，這是一個一旦越過，就連光也無法逃離的邊界。在事件世界附近，光子可以被極端引力迫使繞行多次，形成一種被稱為光子環的結構，這是黑洞非常獨特的特徵。但暗物質核心沒有事件世界，它不是一個無底洞。它雖然致密，雖然引力極強，但光線並不會被永久吞噬。光會被彎曲，會改變方向，但理論上，它仍有機會逃離。因此，如果未來我們能夠拍到更精細的人馬座 A 影像，尤其是看清楚光子環是否存在，就可能真正分辨出銀河系中心到底是黑洞還是暗物質核心。這也是下一代天文觀測正在努力的方向。NASA 的黑洞探測器任務構想發射新的太空射電望遠鏡，並與下一代事件世界望遠鏡連接。如果成功，這將形成一個比地球還大的虛擬望遠鏡，它可能讓我們第一次看清黑洞附近最細微的光線結構。不過，這樣的任務可能還需要數十年才能真正實現。在此之前，地面觀測也沒有停下。位於智利的盛大望遠鏡干涉儀以及其中的 Gravity 儀器正在不斷提高精度，它已經能夠追蹤 S2 恆星繞行人馬座 A 時的細微軌道變化。這種變化被稱為近星點進動。簡單說， S2 每繞一圈，軌道方向都會發生一點點偏移。這個偏移的方向和幅度對不同模型非常敏感。黑洞模型會給出一種預測，暗物質核心模型可能給出另一種預測。只要觀測越來越精準，兩者的差異就有機會被放大。另一條道路是直接尋找暗費米子，例如韓國的 NEON 實驗已經開始搜尋暗物質粒子與電子碰撞時留下的微弱能量痕跡。如果未來真的偵測到暗費米子的訊號，那將不只是暗物質研究的突破，它也會重新點燃人馬座 A 替代模型的可能性。因為那將意味着暗費米子不只是數學模型裡的假想粒子，它們可能真實存在於宇宙之中，而我們銀河系中心那個黑暗核心，也許正是由它們堆疊而成。這個理論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顛覆，而是它有多簡潔。幾十年來，我們把兩個問題分開看待。一個問題是，銀河系中心那個超大質量致密天體到底是什麼？另一個問題是，構成宇宙大部分物質的暗物質到底是什麼？傳統上，這兩個問題像是兩座不同的山，一座山在銀河系中心，一座山在宇宙大尺度結構中。但拉普拉塔團隊提出的想法卻是，也許這兩座山其實是同一座山的兩面。也許人馬座 A 不是一個獨立的黑洞，也許它是銀河系暗物質結構最致密的核心。也許我們一直在尋找的暗物質答案，就藏在我們銀河系的正中央。如果這個理論最終被證實，影響將非常巨大。我們對黑洞的理解必須重新整理，我們對銀河系中心的認知將被徹底改寫，甚至我們對宇宙物質組成的基本想象也會發生動搖。當然，現在下結論還太早。主流共識仍然認為人馬座 A 是超大質量黑洞，而且這個解釋仍然非常有力。
但科學不是把共識當作終點，科學是不斷追問，還有沒有別的可能？人馬座 A 也許是黑洞，也許不是，可不管最後答案是什麼，它都提醒我們一件事，即使是在我們自己的銀河系中心，即使是我們以為已經理解的地方，宇宙仍然藏着最深、最冷也最令人着迷的未知。而那頭沉默的黑暗巨獸，仍然在27000光年之外，等待我們真正看清它的面目。